这里是 Noodle Lab， 嗨，我是小思。折纸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有着深具童趣的印象，但其实折纸是艺术跟科学啊。折纸其实比想象中的更广泛应用，在世界上就有一群人专攻折纸研究，像 NASA 中就有几个项目与折纸有关，除了生活家居到建筑，小到血管支架，大到太空科技等等，都被广泛使用，是不是很让人震惊呢？到底它的背后有什么深藏不露的知识呢？别急，这集让我们先从艺术面讲起。折纸这项历史悠久的技艺，在20世纪前，欧洲、中国和日本都有独特的折纸传统。早期欧洲甚至还将它纳入学校课程中。20世纪后，各国的折纸文化相互交融影响，其中日本将折纸文化更进一步的发展。著名的日本折纸创作家吉泽章将折纸加以改良创新，奠定了现代折纸文化的基础。到了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一群人在研究折纸，像东京大学、哈佛大学、MIT 等等的学院都有研究团队，钻研折纸的技术。接下来让小思带你瞧瞧折纸艺术的世界。首先，让我们先来认识折纸之父吉泽章。前面提到，他奠定了现代折纸文化的基础。他提出了湿折法，也就是把特殊的纸稍微弄湿，让纸变软，从而表现出柔和的曲线，让折纸作品有更生动的表现，更像雕塑品。现今有许多折纸艺术家都使用湿折法做出美丽的作品。除此之外，吉泽章与美国人山姆·兰德列特发明了吉泽章·兰德列特系统。这套系统就是我们现在很常看到的一些折纸教学书会使用的折纸步骤图。吉泽章1911年出生在日本上川县的一个酪农家庭，从小就喜欢折纸。他的折纸生涯从1937年开始，当时他离开了工厂，并从事全职的折纸工作，在接下来的20年中都过着贫困的生活。1954年，他的第一本书《新折纸艺术》出版，也就是这本书刊载了吉泽章·兰德列特系统。此书的出版帮助吉泽章摆脱贫困。紧接着，他于1954年在东京成立了国际折纸中心，当时他只有43岁。往后开始在世界各地展出他的折纸作品，并在1998年被罗浮宫受邀展出。这50年间，他共创造了5万多个折纸模型，直到2005年94岁过世为止，出版了18本书，详细记录了上百个模型的制作过程。接下来介绍一些小思自己很喜欢的折纸艺术家。越南出生现定居于美国的 John Ginn， 折纸作品使用就是刚刚提到的湿折法。他的作品体现了少即是多的思想，很喜欢他作品创造的线条与简约。即使乍看之下这些作品很容易做到，但这种只留下精髓、化简为繁的作品更不容易实现。尤其在相同的皱褶数下，手的捏折压力不同，作品结果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美国的折纸艺术家 Max Lamb 将折纸转化为大型的雕刻感艺术。仔细看，他的作品是由一个一个小的单元组合起来，每一个单元的几何造型都不一样，透过组合产生渐变的美感，可以感受到每幅作品中的律动。此外，他的作品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色彩。他的作品色彩饱和度高，透过光影的不同，在每个角度看到的细节也不同。接下来是英国的艺术家 Polly Verity， 他擅长使用镶嵌结构，探索图形和阴影的关系。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体成型，并没有任何的接口与胶水，只用一张纸就能做出如此重复排列的立体结构。
另一位同样是英国的 Richard Sweeney 是一位以折纸为媒材的雕塑家，作品受自然界的有机结构和生长方式的启发，透过纸张的特性做出三维立体的结构。Richard 的作品除了在全世界展览外，还有做大型的雕塑装置。小斯很喜欢他作品的曲线跟纹理，充满着这个艺术家本身精细的思想与美感。这一位是法国的艺术家 Vincent Floderon， 他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使用了搓揉的技法将纸弄皱，作品就像是来自自然中的植物，充满有机感。而2020随着疫情，也有些与口罩相关的折纸创作产生。听完上面介绍的艺术家，可以发现光是折纸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变化，而这些都只是折纸世界的冰山一角。折纸也应用到科学及医学、生活家居产品、家具、建筑等等。下期将从科技与创新的角度分享，敬请期待。